如果在噩梦中睁眼，直面这残忍的世界，风不动了谁的心弦，留恋却来不及告别。如果结局今生惨烈，无惧在逆风中破茧，就算那羽翼被撕裂，重回当时就曾深渊。牵你手，往前走，黑夜白昼不停留，辗转时空会挫伤，会心痛，依然奋勇去战斗。再叫英雄，抬头，乱一战不休，回首，你在我左右，击溃命运的诅咒，让故事不朽，不会再放肆朋友，守护你的江湖有哪怕未来如洪流，也不曾退后。那现实无路可走，绝望着希望缠绕，也依旧无所谓的伤。左吹无右手的草，双生的烈焰出鞘，绝处逢生征兆拆炸，也不曾退后。唐三，没有了你，天斗大军便再也挡不住我们进攻的脚步。那就试试吧。小舞，我军士气大伤，再打下去，定会动摇帝国根本。文师军团听令，掩护大军撤往嘉陵关。无论如何，绝不能让他们撤回去。以比比东的性情，绝不会毫无准备的撤出。停止追击，大家后退！来不及了，最后一步已经完成。不对劲，杨长老，请随我前去查看。老怪物，你帮我在后方压阵。戴老大，你们帮我照看好小舞。走。前方有状况，大军停止前进。敌方有增援赶到。娜娜赶到的正是时候。武魂帝国的将士们，让帝国的铁骑踏破敌人的尸体。奇怪，这雾气居然没有毒，可我方士兵确实出现了中毒的症状。我方士兵的伤口为何呈混杂之色？这个雾气一定有问题。四车如令，好难受，怎么回事？万紫千红毒。结成圆形断阵。来呀，随我入圣女一臂之力！全歼敌军！不要乱，集结防御阵型，有序后撤。杨长老，
你说这毒叫做万紫千红？这是我们破之一族的禁忌剧毒，通过数十种无毒的药物混合而成。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藏性强，在最后一味药加入之前，毒都不会发作。而中毒者一旦接触到最后一味药，就会立刻毒发。那么之前大军中出现的雾气，便是这万紫千红的最后一味药。既然是破之一族的禁忌剧毒，它又是怎么落到武魂帝国手中的？当年昊天宗不顾附属宗门安危而选择封门，武魂殿便对4大附属宗门展开疯狂报复。我的胞弟杨无双在一场激战中失踪，他便是破之一族中除我之外唯一一个懂得炼制万紫千红毒的人。他被俘虏了。破之一族一向宁折不弯，想不到自己魔童，他居然向敌人屈膝投降。万紫千红虽然剧毒无比，但天斗士兵意志坚韧，若不是被妖媚的红雾封闭了视觉，也不见得会如此被毒。既然如此，紫极神光！唐三，紫极神光竟不能击溃妖媚的意识，看来邪月和胡列娜的实力也有了很大进步。武魂融合技下的精神力已经达到了封号斗罗级别，但是海神之光加持下的紫极神光，你还能挡吗？圣女，唐三，第6魂技，万风毒刺。唐门暗器手法，1001夜。怎么可能？我的毒居然对他完全无效！哼，幼虫小技。无双呢？背叛宗门的无耻之徒，叫他出来受死！杨无敌，这你就多虑了。你弟弟确实是块硬骨头，为了确保万紫千红毒的配方不泄露，不惜咬舌自尽。但那又如何？只要没死透，教皇陛下就有手段撬开他的嘴巴。精神控制类魂技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他虽一心求死，可到头来还是当了叛徒。住口！冷静点，杨长老，他在诱你入套。他们已经列阵完毕。你孤身深入，必死无疑。这个唐三好心机，他魂力耗尽，杨无敌又身受重伤。我本想将他们一网打尽，却被他看穿了。既然万紫千红毒的最后一味药仅为触发之用，也就是说，我方士兵体内已经有了此外所有药物，而这位前辈的毒刺恰好与万紫千红毒的性状一致。看来，就是你雀峰宗暗中下的毒吧？天斗帝国军营虽然守卫森严，但你周围的毒风确实难以被察觉。这个唐三洞察力细致的可怕，难怪教皇陛下一心要杀死他。宗主，别拦我！我不允许他侮辱我弟弟，侮辱破之一族！杨长老，不要逞匹夫之勇，养好身体。
他日攻破武魂帝国，才是对你弟弟最好的告慰。更何况，中毒的天斗大军还需要你的救治。长门弟子听令，停止追击。玉堂修筑防御工事，立堂戒备巡逻，闽堂、药堂搜救治疗伤员。好沉稳的信息，想偷袭得手是没可能了。也罢，武魂帝国大军已经全部撤入嘉陵关内，我的任务也完成了。撤！再忍一忍，快到了，快到营地了，坚持住，没事的。杨长老，情况如何？不错，确实是万紫千红毒。但武魂帝国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进，大大增强了扩散范围。那，杨长老，扩散范围增加的结果，就是毒性大幅降低。宗主放心，这毒我能解，最迟3天就能。杨长老，你的伤？伤势虽重，却都是皮肉伤，不碍事。倒是蛇矛那小子，被我的破魂枪伤了脏腑，短期内是再起不能了。就算伤愈，也必定实力大损。蛇矛斗罗身受重伤，魔凶斗罗死在比比东自己的魂技下，而鬼豹、刺豚等一众强者经历大战也都疲惫不堪。比比东本人更是被海神三叉戟重创，现在正是夺回海神三叉戟的时机。小三，你的三叉戟没有神器，你绝对无法阻挡比比东的攻击。老师，我正想与您商量这件事。小三，比比东善用奇谋，如果能够一击绝杀，他甘愿冒一切危险，所以他不会集结武魂殿多名封号斗罗之力，强行移走海神三叉戟。相反，他会在三叉戟周围布下陷阱，守株待兔。虽然瀚海乾坤罩已经被镶嵌在海神三叉戟上，但好在之前我的头部魂骨与之融合过，现在头部魂骨还能调用瀚海乾坤罩的能力。以防万一，我要避开这道光。海神三叉戟贯穿嘉陵关，如今正落在嘉陵关内。为了取回它，我必须冒险潜入嘉陵关。今天那个天斗的蓝浩王扔过来的叉子，
发着光从大军上空飞过，幸好没扫到我呀，否则我的脑袋也会被捅个大窟窿。那人好厉害，就连陛下都被……少废话，让我们注意警戒。哎，听说了吗？陛下的伤势好像很重。是，小声点，被大人听到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嘉陵关看似守得严密，实则破绽百出。比比东在故意引诱我入关，那我就将计就计。就2大神兽一战，比比东曾以庞大的精神力追踪到隐身状态下的我，但如今他重伤未愈，精神力消耗巨大，是不可能看穿瀚海护身罩。我需要担心的是移动时发出声响，以及触动草木显露的痕迹。这个距离刚好足够，三叉戟周围一定布满重兵，但我根本不用踏入三叉戟周围的那片陷阱。只要施展唐门6绝之控鹤擒龙，便足以在这里收回海神三叉戟。唐三竟然来了，哼，就把命留下来吧。17年前就该属于本座。17年前，你和此事有何关系？说。把死鬼老爹和恶人虎都卷进去的那档子破事，总得查个明白。唐三，这一次你休想再逃出我的手掌心！比比东，我们的新仇旧恨是时候在这嘉陵关画上句点了。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？扫描这个二维码，关注斗罗大陆官方微信，加入我们一起决战嘉陵关。收藏加关注，追番不迷路。没勇气留住你诀别身影，失落的森林，谁在哭泣？还是不放弃？我不要去聆听所谓天意，拼了命找寻有关于你。苍凉，月色照亮，世界在你眼眸不设形状，思念蔓延滋长。那段时光，除了誓言，有太多没对你讲。你是我不会愿意忘的时光，也是我奋不顾身的疯狂。听见吗？我的呼唤，跨越悲伤，奔向你的胸膛。
歌龙元帅看管粮草不力，确实该罚。有客到访，这位是武魂帝国暗中调遣了一支精锐前往嘉陵关。精锐，什么来历？我必须在这个结界完成前突围出去，那就用精神力再战一场。如此强悍的一击，必定消耗了哥所有的精神力，你也在此魂消魄散吧！